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后半辈子活得最累的父母，往往不是因为身体的病痛，而是因为心头那份始终放不下的寒心。你满心欢喜地拨通电话，那头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孩子语气生硬地说：“最近很忙，没事就先挂了吧。”除夕夜的饭桌上，你精心准备了一桌他爱吃的菜，手机却亮起一则讯息：“今年去婆家过，你们自己吃吧。”甚至当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最需要那一碗热粥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孩子的一句：“我请不了假，你先找个看护吧。”你一定在心里问过无数次：我为了小孩操劳一生，付出了所有，为什么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冷漠？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这份冷漠与不感恩，其实是上天为你准备的一份顶级修行密码。这到底是什么福报？为什么偏偏是你遇到了答案，就藏在接下来的故事里？要看透这份福报，我们得先回到2000多年前，看看佛陀留给我们的关于生命的真相。在杂含经里头，佛陀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偈语：“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这句话听起来深奥，其实白话解释起来很简单。他是说，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因为某种条件凑齐了才会发生。当条件消失了，这份缘分也就散了。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缘起。我们总觉得我是你妈，你理所当然要对我好，我养你大，你应该要感恩。但在业力的眼光里，亲情里头其实没有应该这两个字，只有缘分的流动。感恩是一种缘，冷漠也是一种缘，它们只是不同形式的显现。那么子女不感恩这件事，在业力的账簿里究竟是哪一种关系？亲子之间的相处不外乎3种缘分。第一种是报恩缘，这辈子的孩子特别懂事，是因为前世你对他有恩，这辈子他是来还债的，所以他天生就想对你好。第二种是还债缘，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孩子欠了你，所以这辈子他持续向你索取，而你在不断的付出中慢慢把这笔账还清。而最让父母心碎的其实是第3种，叫做讨债缘。所谓的讨债缘，是前世你欠了孩子的，这辈子他来到你身边，就是为了把那笔账收回去。当他拿够了账，结清了缘分，自然就会变得平淡冷漠。他的离去或是不领情，其实不是他刻意要背叛你，而是那笔前世的账已经走到了终点，他没有留下来的业力理由了。但光知道讨债缘还不够，更深的问题是，作为父母，我们自己在这种纠缠的关系里，到底种下了什么样的业？这里有一个更深的秘密，是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透的，那就是执着于感恩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业力的纠缠。你想想看，如果你欠了别人一笔钱，今天你终于把钱还清了，对方收了钱转身就走，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如果对方拿了钱还转过身来缠着你，要求你一定要对他感激涕零，一定要谢谢他当年借钱给你，这时候原本是你欠他的，现在反而变成他欠了你一份清净。当你执着于你应该要感谢我养你的时候，你其实是把一个本来已经走完结清的业缘重新打了一个结，你主动制造了新的苦，让这段关系没办法在平静中落下帷幕。孩子冷漠离去是业力走完，而你的不甘心才是让业力继续缠绕的那个结。这份情感的所求其实并不在那一笔业力的账目里头，你越是抓着不放，心就越苦。有一个染坊的妇人，她用了一生的时间才把这件事彻底看明白，她的故事或许能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大约是北宋的某一年，在汴京城外的一座染布坊里，水汽氤氲着一股草木发酵的味道。妇人站在没过脚踝的冷水里，双手浸在深蓝色的染缸中，一遍又一遍地搓洗着布匹。那双手因为常年累月的浸泡，指尖和指甲缝里全都是洗不掉的靛蓝色。这蓝色就像她洗不掉的命运，怎么洗都还是带着那层抹不去的苦涩。她是个寡妇，这辈子唯一的指望就是儿子。为了供儿子读书，她在那一方狭窄的染缸边熬过了无数个寒暑，手上的皮肤裂了又好，好了又裂。后来儿子争气中举后，在京城做了官，他以为苦日子终于要到头了，可没想到儿子进了城，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每年的年节他都站在村口等等，回来的只有冷冰冰的家书。书信里头不是说公务繁忙，就是说手头拮据，要他再寄些银子过去。他总是对邻居说，我儿子忙，那是为朝廷办大事，等他在那边稳定了，就会接我过去享福了。他一边说，一边用那双染蓝的手摸着怀里那封旧信，眼神里满是骄傲，也满是卑微。可是这一次他生了一场大病，他强撑着给儿子写了封信，说自己身子骨不行了，想见他一面。一天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那封信就像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他依旧每天在那等，
只是那双染蓝的手开始不自觉地颤抖。他手里握着另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这一天他病得连染缸都下不去了。他支撑着身体走到那条通往京城的汴河渡口，想着或许能在人群中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汴河的水静静地流着，渡口边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赶着自己的路，没人注意到在江边的枯柳下坐着一个精神萎靡的妇人。一位行脚僧正好路过这片渡口，他穿着一身补丁布衣，脚步从容，目光平静而深邃。他看过无数众生相，但唯独被眼前的妇人吸引了他。走到他跟前，看着他那双即便在干枯状态下依旧透着深蓝色的手，以及那双虽然浑浊却死死盯着远方的眼睛。他在他身旁坐下，声音温暖而平缓地问：老人家，你坐在这风口上是在等谁呢？他像是被惊醒了一般，赶紧把手里那封信往怀里藏，嘴里却习惯性地嘟囔着：我在等我儿子，他在京城做大官，平时忙得很，这2天肯定会来的。僧人看着他那因为过度用力而显得僵硬的手指，轻声叹了口气说：你这封信捏的手都发白了，是在等他的人，还是在等那张纸上的回音？他愣住了，低下头看着那封被自己捏得褶皱的信，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想替儿子辩解，想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声沙哑的哽咽。僧人看着他，眼神中带着慈悲与洞穿，那种眼神仿佛看穿了他这几十年在染缸边熬过的所有夜晚。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看着奔流不息的江水，突然转过头对他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让他当场掩面痛哭。僧人看着他，语气笃定而温柔地说：老人家，你想想看，你这么多年不肯离开这渡口，你等的到底是那个早已长大的儿子，还是等他亲口承认你这辈子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他的哭声止住了，呆呆地看着僧人。僧人接着说：金刚经里头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现在就住在这封信上，住在那个一定要他感恩的念头里。你觉得他不感恩就是对你这辈子的否定，所以你不敢放手，你怕一放手，你这双染蓝的手就白费了，你这辈子的苦就没意义了。他听着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他第一次意识到这3年来他等的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句谢谢娘，你辛苦了。那是他为自己开出的一张账单，而儿子是那个永远不想还债的人。只要这张账单还在，他的心就永远被锁在那冰冷的染缸边。这世间的孽缘，有的来报恩，有的来讨债，当债还清了，缘分也就散了。强留只会让旧业未消，新业又起。请你在心里为那个曾经委屈的自己，或者为身边正在受苦的人，默默留下一句最深切的祈愿：愿我照见执着，得大自在。让我们带着这份觉察看一看这位妇人后来的选择。僧人走后，她在渡口坐到了天黑，江风很凉，但她的心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透。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回到那个冷清的空屋。她没有等来儿子，但她做了一件此后让她心中轻了一半的事。回到屋里，她没有点灯，摸黑走到了灶火边，灶里的火星还没完全熄灭，透着一点点暗红色的光。她从怀里掏出那封过了3个月，写满了委屈，却始终没有寄出的信，还有那一点她保存了许久的儿子的旧家书。她蹲下身子，看着那些曾经让她又哭又笑的字迹，语气平静的自言自语：这笔账到今天就算结清了吧，你不欠我的了，我也不再欠这份执着了。他把信封投进了灶火里，火苗猛地跳了一下，瞬间就把那些写满了期待与埋怨的纸张吞噬了，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他就那样静静地看着，直到火光最后化为灰烬。他没有等到儿子回来，那个远在京城的官员依旧过着他的显赫生活，外境分毫没有改变。但那个夜晚，他回到床上，却感觉压在胸口3年的那块大石头在那一瞬间消失了。他的呼吸变得均匀，身体不再绷得紧紧的那一晚，他睡着了。那是他这3年来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梦里没有染缸，也没有渡口，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清静。放手不一定能改变别人，但放手一定能救回你自己。很多父母会觉得遇到了冷漠的孩子是这辈子最大的遗憾，甚至觉得是上辈子造了孽。但如果你换个角度看，这份冷漠其实是业力为你准备的一份觉醒加速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对感恩的执着已经阻碍了灵性的成长时，业力就会安排一个完全没有感恩可执着的环境，强迫你断掉向外索取的念头，逼着你转向内修。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业力在提示你，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进入更高层次的修行了。所以你遭遇的越深，说明你这辈子的功课就在这个转身之间。
这份冷漠是业力送给你的觉醒邀请，他要你明白，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建立在孩子的认可上，你不需要那句谢谢也能活得清澈而圆满。但许多父母在面对这个觉醒的门口时，往往会做出另一种选择，他们不是放手，而是选择了更用力的抓紧，觉得只要再多付出一点，孩子总有一天会懂。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故事，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爱得比谁都深，也比谁都痛。在唐代中期，有一位地方官员，他年近50，在官场打滚多年，看尽了人情冷暖，唯独对28岁的独子有着一份近乎痴迷的期盼。他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吃过的苦，受过的委屈，绝对不能让儿子再尝一遍。于是他凭借着官职与人脉，亲自为儿子设计了一整个人生。他替儿子选了一门显赫的亲事，对方是望族之女，他替儿子谋了一份安稳的官职，前途一片光明。他甚至在京城最好的地段买下了一座气派的宅邸，连屋子里的屏风与地垫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他常对同僚炫耀地说，我这一生不为别的，只为了我这个儿子，我把路都帮他铺好了，他只要走上去就行了。在那些宽敞的庭院里，他看着儿子，眼里满是慈爱。他觉得自己给出了世间父母能给出的最好的礼物，这份付出应该换来儿子的敬重与顺从。可是儿子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在父亲精心安排的晚宴上，他只是低头喝酒；在父亲为他添置的新屋里，他一坐就是一整夜，却从不主动说一句感谢。父亲看着儿子冷淡的反应，心里开始有些急躁，他开始更频繁地干涉儿子的生活，想用更多的好来换取儿子的笑容，却没想到这种不计代价的付出，最后却换来了一场让他彻底崩溃的谈话。那是一个深夜，他又在书房里跟儿子谈起未来的晋升计划。这一次，儿子终于开口了，那句话让他在书房里哭坐了整整一夜。儿子对着老父亲，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凉意。父亲，你总是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但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听了这话，原本想要发怒，他想细数这些年来的辛劳，想说出那句无数父母都说过的话，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儿子却没给他机会，他站起身，眼神里透出一种深深的疲惫。父亲，你的给予让我喘不过气，你的每一份付出对我来说都是一张还不完的债，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那种。他愣在原地，这儿子离去的背影，感觉自己辛苦搭建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他一直以为给予就是爱，付出就是慈悲，但他从来没想过这种不问对方需求的给予，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占有。他不是在养儿子，而是在雕刻一个符合他想象的作品。他用爱作为名字，在儿子身上刻下了一道道枷锁，让儿子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债务。每当儿子想走自己的路，份不感恩的罪恶感就会像绳索一样把儿子勒得生疼。这就是为什么儿子选择了冷漠，因为那是他唯一的防御，是他对这份沉重压迫的无声反抗。这位父亲在黑夜中慢慢意识到，他给出的那些金钱与权势背后都藏着一张隐形的账单。他要的是儿子的顺从，要的是儿子对他人生价值的肯定。这场关于爱的幻觉让他痛苦不堪。后来他去山中找了一位禅师，想寻求一个解脱的答案。那座禅寺藏在云雾深处，香烟缭绕。他跪在禅师面前，泪流满面地诉说着自己的委屈。他说自己如何含辛茹苦，如何为儿子操碎了心，却换来这样的结局。禅师听完并没有急着安慰他，而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平静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他瞬间陷入了沉默。禅师语气温和地问，居士，你口口声声说你爱儿子，但你想想看，你爱的是那个真实的会痛会挣扎的儿子，还是爱那个应该听话，应该按照你计划生活的儿子？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禅师接着说，心经里头教我们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你对儿子的那些应该其实是你为自己铸造的挂碍，你把儿子当成了你付出的回报，当成了一个证明你成功的工具，所以当他表现得不符合你的期待时，你就觉得被背叛了，觉得心疼了。但你忘了，他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他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账本。当你放下了他应该如何的执着，你才能真正看见他。当你不再试图控制他的命运，你才能给他真正的自由，也才能给你自己真正的解脱。他在禅师的目光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平视。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看儿子的眼神总是带着审视与期待，却从未真正尊重过那个灵魂的本来样子。那天下山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放手，而这个决定带来了一个他完全没预料到的转机。
回到家后，他不再过问儿子的官场琐事，不再提醒他什么时候该去拜访权贵，他甚至主动对儿子说，那座宅邸如果你住得不顺心，随你处置，你想去哪里就去吧。他第一次停止了所有的安排，开始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他读经打坐，学习如何让自己的心不再依附于儿子的反应。原本他以为放手之后，儿子会离他更远，甚至会彻底消失在他的生活里。但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一个微雨的午后，他正独自在凉亭里喝茶，儿子竟然主动走了过来。儿子没有像往常那样带着防备与沉默，而是平静地坐到了他的对面。儿子看着父亲，语气带着一点惊讶，父亲，您最近似乎变了，您的眼神里不再有那种让我害怕的期待了。那是父子俩这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没有叮咛，没有教导，也没有隐藏在背后的交易，只有两个人安静地分享着那一壶热茶。这位父亲发现，当他不再试图去管儿子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感觉到他在陪儿子，而儿子也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是一个可以亲近的长者，而不是一个随时会开出账单的债主。关系里的业力就这样在放手的那一瞬间悄悄地松动了。原来最高级的爱不是给予对方你认为最好的东西，而是给予对方最亲近的陪伴与尊重。这份转化让他明白，放下应该亲情，才能呈现出他最真实最温婉的样子。说到底，这世间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在佛法里头，这叫做缘起性空。所谓的空，不是说这段关系不存在，而是说它像云朵一样，会随着风的方向、空气的湿度不断的改变形状。我们之所以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们在心里帮亲子关系画了一个固定的圆，觉得它应该是温暖的，觉得孩子应该是感恩的。当现实的形状不符合那个圆，我们的心就被撕裂了。那位妇人也罢，那位父亲也罢，他们最终能得到解脱，是因为他们看清了这件事的空性。他们明白了，子女不感恩，并不代表这辈子白活了，更不代表这是一场悲剧。这只是业力在此刻呈现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当你不再试图抓住那个原本就没有固定形状的东西，你的福报才真正开始启动。那么具体来说，一个遇到不感恩子女的父母，今天就可以开始做哪些事来转化这份苦涩呢？这份修行不需要你出家，也不需要你每天打坐，只需要你在日常生活中尝试以下2个简单的练习。第一个练习叫做认，也就是认清业缘的本质。每当孩子表现出冷漠，或者说出让你寒心的话时，请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这是我们这一世的业缘显现，不是对错的判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练习，它的目的是帮你把情绪从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转换成业力正在这里运行。只要你每天练习这一次认，你就会发现你的心不再那么容易被激怒，因为你跳出了受害者的框框。这个认字就像一束光照进那间堆满委屈的黑屋子，你不必急着清扫，只需要看见那些委屈只是业力流动的影子。你看见的那一刻，影子就不再能困住你了。你可以在洗碗的时候练，可以在晾衣服的时候练，任何想起孩子的瞬间都可以变成你的道场。第2个练习叫做消，也就是停止开立情感。账单你想想看，你每次对孩子付出，心里是不是都有一本隐形的账簿，记录着我为你做了什么，等着他来还这份人情。从今天开始，当你察觉到自己在计算付出时，请你在心里做一个动作，想象自己像那位妇人烧掉那封信一样，把那张无形的账单烧掉，告诉自己，我给予是因为我慈悲，不是因为我想收回什么。这个练习不需要你减少付出，而是要你清净的付出。当你不再索取回报，那份不感恩就再也伤不到你的心，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有给对方开列债务。你可以观想一道金色的火焰，每次升起应该的念头，就把那个念头投进火焰里，看着它化成烟散在虚空中。你每烧一次肩上的担子就轻1分。但除了这2个练习，还有更深的2个功课。第3个叫做看，也就是看穿自己的投射。你可以试着在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需要子女的感恩？我是不是在透过他们的认可来确认我是一个有价值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并非来自孩子的冷漠，而是来自我们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我们把这辈子的成败全压在了孩子的反应上，这对孩子来说太重，对你来说也太不公平。你是一个独立的圆满的灵魂，即便没有那句谢谢你，这一生的善良与辛劳也依然闪闪发光。开始从内心深处确认自己的价值，
这才是修行的起点。你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对自己说，我的存在就是价值，我的付出已是圆满。这句话不需要别人认可，你说了天地就听见了。第4个练习叫做伴，也就是转化连接方式。尝试从那种我给你，你要回报的索取型连接，转向一种我陪你却不求东西的亲近型陪伴。以后和子女的每一次互动，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面，试着只处在当下的陪伴里，不带任何期待的确认，他接不接回不回，那是他的业力，而你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在那里，那是你的修行。这不是要你放弃这段关系，而是要你净化这段关系，让它从债务纠缠变成一场清净的同行。这不是修行的终点，而是一段新的亲子关系的起点，更是一段让你重新找回自己的旅程。你现在遇到的这件事真的不是诅咒，而是一个精准的密码。不是每个父母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功课，能遇到的往往是业力认为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灵性已经强大到可以放下那种最难放下的执着。子女不感恩不是你这一生最大的遗憾，而是上天为你安排的最精准的觉醒邀请。他希望你把目光从孩子身上收回到自己身上，他希望你明白，你本来就是圆满的那位妇人烧掉那封信的那个夜晚，他心里有一块地方轻了，那不是放弃，那是福报开始动了。那位父亲放手的那一刻，他才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儿子的心。你今天看到这里，就已经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这份缘分会为你带来你想要的安稳。请相信你的善良绝对不会白费，他们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你。如果今天这些话语让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请在心里为自己默默打上一句，我愿意放下那张账单，愿我心中自有清凉。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在心疼自己为了孩子而整夜难眠的朋友，也请把这份领悟分享给他，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这份苦其实是一份藏起来的福气。我也邀请你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心声，你今天最想烧掉的是心里的哪一封信，哪一场期待？让我们在这个修行场里互相扶持，彼此点亮。愿你从今天起不再只是等那一句谢谢，愿你知道你本来就值得被爱，不需要任何人的感恩来确认。愿你的心永远自在，愿你今生所种皆有善果。如果这篇内容对你有所触动，记得点一个关注，点亮旁边的红心。我们下次再会。